Hello， 大家好，我是 AD， 欢迎收看 ADI 理财。影片开始之前，请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分享。看完影片之后，请在底下留言。趁着端午佳节的来临，祝福大家端阳时节老少平安、健康喜乐。今天就带大家稍微来科普一下端午节的由来。端午节起源于中国古代的百越地区，百越地区就是长江中下游以南一带。最初是崇拜龙形图腾的部落举行图腾祭祀的节日，定在每一年的农历5月初5，以龙舟竞赛的方式来庆祝这个节日。后来因为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这一天投汨罗江自杀，当时的统治者为了树立忠君爱国的形象，将端午这一天当作是纪念屈原的节日，再加上民间包裹粽子投入河中，以免鱼群吃掉屈原尸体的浪漫传说，屈原的完美人设便从热血龙舟的手中抢到了节日的主动权，成为端午节的绝对 C 位。其实屈原是一个爱国诗人，才华横溢，其代表作多不胜数，随手拈来的就有《离骚》《天问》《九歌》等等。端午节是一个超过2300年，从战国时代就开始流传到现在的传统节日。无巧不成书，不久之前在乌克兰也发生了一件战国时代之前与春秋时代有关的事件。故事是这样的，今年的520，也就是2022年5月20号，在遥远的乌克兰战场发生了一件引起世界侧目的小插曲。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军在亚速营交火，当时俄罗斯国防部长发言人宣布，亚速营的指挥官都已经走出了亚速钢铁厂投降，俄罗斯武装部队已经完全控制了马里乌波尔的亚速钢铁厂。之后俄罗斯媒体便开始进入亚速钢铁厂地下室拍摄，记者在乌克兰军队撤退后所留下来的物品当中，赫然地发现了一本乌克兰语版本的兵书，封面写着孙子兵法4个大字。这条新闻图片在网络上疯狂传了好几天，原来世界各国领袖、将军和士兵们都爱读孙子兵法的传说是真的。孙子兵法又称为孙武兵法，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与战争有关的书籍，比著名的战争论还早了2300年。孙子兵法一书共有6000个字，一共分为13篇，分别为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剑。孙子兵法的内容主要是对战争和军队的基本问题做出论述，还有战略、策略、作战原则和方法等等。他深刻地指出了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提出了决定战争胜负的5个关键因素：政治、天时、地利、将帅、法治。孙子兵法的内容与思想博大精深，前瞻精辟，逻辑严谨，风格鲜明，是历久不衰的军事盛典。其中孙子第3篇，也就是谋攻篇中有一段精彩的内容，说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意思就是说，在任何的战事之中，既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就算打了100次战都不会有危险。而不了解敌人，只了解自己，胜败的几率各有一半。既不了解敌人又不了解自己，每次作战一定会有危险，每战必殆。进行投资也是一样的道理，每一项投资都有风险，投资之前一定要先了解自己，同时也要了解对手，才能百战不殆。对于一个投资者来说，通过以下的几个指标来了解自己是必须的。第一，投资目的，也就是先搞清楚投资的目标是什么，是退休养老金，还是小孩的教育费，是要用来环游世界，还是要用来购买豪宅。没有目标，其一免谈。第二，投资年限，搞清楚目的之后，就要设定时间，这一个投资是要用多少年来完成的，是10年，是20年，还是30年？不要说越快越好，如果想要快，今晚就自己开车上山，看看有没有惊喜。第三，投资性格，每个人必须了解自己的投资性格，看自己是属于保守型、稳健型，或者是进取型，从中找出适合自己的投资产品。第四，投资经验，根据自己过往投资过的产品来判定自己适合的投资类型。如果你是一个投资小白，可以在底下留言，我很乐意的提供意见，为你解惑。第五，
投资知识，利用空闲的时间阅读或者观看关于投资理财的书籍或影音短片，不断的增进本身的知识，也可以越来越了解自己的投资方向。投资者对于自己的了解就是所谓的知己，而知彼就是要了解对手，了解我们的投资产品。我们以购买股票为例子，购买股票的时候，你需要承担的风险有下面几个。第一，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就是整个大环境的风险，包括市场风险、利率风险、通膨风险和政策风险。第二，非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就是公司本身的风险，包括了经营风险、财务风险、信用风险和道德风险。深入了解以及详细的分析以上各种的风险之后，从而选择适合自己的股票，这个就是所谓的知彼。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你们是否了解自己的投资理财方向，以及是否了解你所投资的产品的风险呢？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我们下次见，拜拜。